生命的每一天，你都生活在他人创造的权力系统中。你注意到过他们吗？你了解权力吗？你知道为什么这很重要吗？我们常常不愿意讨论权力，尤其在它涉及到公民生活和我们如何在一个团体中共存时。在民主社会中，权力被认为属于人民，就是这样。任何关于权力的和谁真正拥有权力的深入讨论，似乎都有一点肮脏甚至邪恶。但权力和火或者其他物理现象一样，并不存在天生好坏，权力仅仅就是权力。权力规定了任何政府的运作方式，决定了谁来制定游戏规则。因此，了解权力如何运作，才能变得高效，才能不被人忽视，不被人利用。这一刻，我们来了解一下权力来源，如何使用权力，以及如何让自己在公共生活中变得更有权力。让我们先从基本定义开始。权力是一种让他人按照你的意愿行动的能力。当然，权力被运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工作场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关注的是社会生活领域。此时，权力指的是让公众按照你的意愿做出选择，并且采取行动。社会权力主要来源于6个方面。第一是生理上的力量和实施暴力的能力。无论警方还是民兵组织，权力最初体现在对各种武力的控制。财富是权力的第2个主要来源。钱能够买到成果和几乎所有其他的权利。政府行为是权力的第3种形式。利用法律和官僚来统治人民，规定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民主国家，人民在理论上通过选举把权力交给政府。在专政国家，国家权力来自武力威胁，而不是人民对政府统治的许可。权力的第4种形式是社会规范，也就是人们认为对的事情。规范并不像政府那样有中央集权的运作机构，它有一套更温和的运作方式。它确实能使人们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法律。想想当今关于婚姻公平的理念是如何发展的。权力的第5种形式是信念。某个信念，如个人自由或种族平等，如果能够驱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便能创造出无限的权力。因此，权力的第6种来源是数量，是大量的人。勇于发声的人民群众通过传达集体对权益的强烈关注和支持正义来创造权力。想想阿拉伯之春和美国茶党的兴起，便能看出群众是有力量的。这是权力的6种来源，也解释了什么是权力。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权力是如何运作的。3种权力定律值得我们探讨。定律1：权力从来不是静态的。在公民领域，权力总是处于积累或衰弱的过程中，你不采取行动，别人就要对你采取行动。定律2：权力就像水一样，它流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实际上就是把这股水流往你希望的方向引。政策的制定就是要把权力水流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流向。政策是动主的权利。定律3：权力会引发连锁反应，权力会导致更多权力，反之亦然。定律3最终会导致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想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就只能看我们如何运用定律1和定律2了。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规定来避免少数人积累起过多的权力，从而在政治领域享有神圣的特权？这是一个关于民主的问题。在每一条新闻中，你都能看到这3条定律在起着作用。低收入的工人组织要求更高的工资，石油公司争取大输油管道的获批，同性恋者为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呼喊，城市父母则要求得到教育补助金。你可能支持或反对这些行为，你是否能够得到你想要的，取决于你多擅长运用你的权利。我们最终回到你应如何使自己在公众生活中更加有权利这个命题。此处从文学角度思考，有益于理解该问题。你的挑战是学习如何阅读权利和书写权利。阅读权利意味着你应尽可能地多看有关权利的文本。我指的不仅仅是书籍，我的意思是把社会当作是一组文本。不喜欢发生在你所在学校、城乡的事情，
标出什么人拥有什么权利，由什么体系决定。想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谁让事情变成这样？谁想让事情保持现状？学习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策略，是直接进击还是迂回战术？是运用联盟还是魅力型权威？阅读是为了写作。书写权利，首先要求你相信自己有书写的权利，去主导改变。你确实有。在任何一种写作中，你都要学会去表达自己，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组织好你的观点，再组织起其他人。练习如何建立共识，练习如何面对矛盾，就像写作一样，练习是不二法则。每天你都会有机会与你的邻居或其他人进行练习，设立一些目标，再设立更大的目标，看看哪种形式起作用，不断运用，这就是公民。这堂短课让我们学习了权力的由来、权力的运作方式和我们可以怎么使用权力。有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有权力？你想用权力为造福大众，还是仅为了自己？你的目的是有利于社会还是反社会？这个问题无关策略，而关于人的品性。这就是另一堂课了。但记住，权力加上品德等于好公民，而你有这个能力去当一个好公民。滥用权力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我们应该了解它的缘由。观看本视频，深入探究希特勒如何在民主国家得势掌权。